这次讲地论学派。地论学派主要学习释亲的《实地经论》。《实地经论》是如来藏思想的第二阶段新兴如来藏时期的著作。地论师他们研究《实地经论》，其实就是在研究新兴如来藏。但因为当时翻译过来的经典非常有限，所以地论师对新兴如来藏的理解就不是很准确，就有点类似之前的六家七宗对般若学的理解一样。之前说过，地论师之间因为学术上的分歧分成了南北二道。下面咱们说一下南北二道在存在论上的差异。看这个图，左边是北道地论师，他们大概是这么理解如来藏思想的：心性真如，法性心是人的本性，这个是清净无为法。80是有为法，整个80都是杂染的。然后右边是南道地论师，他们认为第80是真心净心，第80是清净的，是有为法，然后前70是杂染的。南道地论师这里没有无为法。北道地论师对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对的。南道地论师把如来藏跟阿赖耶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。再说一下地论师的佛性理论。地论师讨论佛性本有还是实有的问题。本有就是你生下来就有，天然就有，本来就有。实有就是说你本来是没有的，成佛之后才开始有，所以叫实有。咱们说一下佛性这个词儿。佛性就是佛的本性。咱们一直讲佛性等于法性，如来藏心性真如，自性清净心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咱们一直是这么讲的。这种把佛性理解为无为法的心性真如，是佛性的最常用最根本的意思。但是佛性的含义远不止这一个，最广义的佛性有2个意思，一个指成佛的原因，还有一个指佛与众生的区别，就是佛的特性。前一个叫因佛性，因为什么成佛的；后一个叫果佛性，成佛之后你有一个什么结果。因为佛性有这2种意思，所以佛性的含义非常的广。比如涅槃经就讲12因缘是因佛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通过观12因缘而成佛。智慧也是因佛性，靠智慧才能成佛呀。心性真如自然也是因佛性了。果佛性呢，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还有大涅槃，这都是果佛性。这是简单介绍一下佛性。下面回到地论师。北道地论师认为佛性实有，开始没有，后来才有。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，北道地论师不是讲这个心性真如吗？既然每个人的心性真如都是本净的，与佛没有区别，那应该说佛性本有本来就有为什么他们却说佛性实有呢？原因就是他们讲的佛性是果佛性。在凡夫位，你说你在本质上与佛一样，我本质上已经具备了佛性，那不行。北道地论师是不认账的。你必须通过修行把杂染赖耶变成清净赖耶，真正成佛了，北道地论师才说你有佛性。所以北道地论师认为佛性实有，而南道地论师呢，认为佛性本有。这个是从因佛性的角度说的。南道地论师是把真如跟阿赖耶识混到一起，无论你是凡夫还是佛，这个实体性的真如是一直存在的，所以佛性本有。以上就是地论学派的主要观点，咱们讲的比较简略，因为地论师的著作现在留下来的很少，也很难搞清楚他们的思想细节，所以能讲的东西不多。南北地论师对如来藏都有误解。北道认为佛性实有，这个是错的。南道认为真如是有为法，这个是错的。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解呢？根据我的猜测，注意以下是我自己的猜测，他们是对无为法真如的作用不是很理解。你这个真如如果是无为法的话，
那你作为一个道理是虚无缥缈的，是不能依着你说心性本净的，而只能依着有实体性的八识说心性本染。所以说佛性实有。如果你要坚持佛性本有的话，那真如就不可以是无为法。真如和阿赖耶识必须都是有为的清净法，这样以这个实体性的真如作为所依，才可以讲心性本净，佛性本有。最后再强调一下啊，以上这些都是我的推测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推测理解南北二道他们为什么错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这个还要等将来有新的文献出现之后再做判断。接下来简单说一下摄论学派。摄论学派主要研究摄大乘论，所以叫摄论学派。创始人是真谛，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之一。四大译经家分别是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不空。鸠摩罗什跟玄奘法师比较广为人知，真谛这个名字呀，大家比较陌生。但其实对中国佛教真正影响最大的，我觉得还是真谛。不空法师来华的时间是公元720年，那个时候中国佛教已经很成熟了，所以虽然不空法师翻译的佛经很多，但是影响也就还好。鸠摩罗什带来了正宗的般若学，后来般若学大家也不怎么提了。玄奘法师千里迢迢的带回来的正宗唯识学，后来大家也不怎么提了。而真谛法师带来的是正宗的如来藏学，如来藏学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，所以我认为真谛法师才是影响中国佛教的关键人物。真谛他传承的是心性如来藏的思想，所以他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把唯识的东西给它略加改造，变成心性如来藏的东西。比如这个摄大乘论。摄大乘论呢，本来是无着菩萨的唯识学著作，真谛翻译的时候呢，就给改造成如来藏学了。唯识古学跟如来藏学其实差异是很小的，这俩的核心区别在哪儿？就是一个讲心性本净，一个讲阿赖耶识本染，就这么点区别，所以改造起来是很容易的。真谛的学说呀，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他立心性真如为阿摩罗什，就是把心性真如再起个名字叫做阿摩罗什，然后说阿摩罗什是八识之外的第九识。这个第九识虽然它叫识，但是它与前八识的区别是天差地别的。真谛将心性许为阿摩罗什，并以此为染净诸法的根本所依。这样除了阿摩罗什这个名字奇怪一点之外呢，整个这就是印度正宗心性如来藏了。作为心性真如之阿摩罗什，自性清净，常住不变，虽在凡夫位被虚妄分别杂染所附缠而不显现，但在圣者位则离一切杂染之附缠而圆满显现。咱们看一段原文。阿摩罗什是自性清净心，单为客尘所误，故名不净；为客尘禁故，立为净。但唯识亦有两，一者方便，为先观唯有阿赖耶识，无余境界，现得净智两空，除妄识已尽，名为方便唯识也。二名正观唯识，前当生死虚妄识心，即以境界一皆净尽，唯有阿摩罗清净心也。阿摩罗什就是自性清净心，只是被客尘所染，所以说不净。客尘灭尽了，就可以叫净了。唯识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是方便唯识，就是认识到只有阿赖耶识存在，没有其他的境界，能够现观净智两空，就是外境也是空，前七识也是空，把这些虚妄的心识除尽，这就叫方便唯识。第二种唯识叫正观唯识，彻底遣除当初生死虚妄的杂染第八阿赖耶识以及种种虚妄境界，最后证得阿摩罗什清净心。真谛的两种唯识就非常类似之前讲过的一学中观派的寂护。之前讲过，寂护是以中观派来统摄一切行派，提出三层的认识境界。第一层凡夫境界，认为一切法实有；第二层唯识境界，认识到一切法唯是心识所变；第三层中观境界，最终要认识到心识本身也是缘起性空。
大家要是忘了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印度佛教史。真谛的2种唯识有点类似几乎。第一层凡夫境界都一样，第二层认识到一切为心识所现，这个也和几乎一样。第三层把正确认识一切法的法性都是清净阿摩罗识，称作正观唯识。第三层在表面上与几乎是不一样的，但其实是一样的。至于为什么一样，大家自己琢磨一下。现在很多人说真谛的思想是唯识古学，这个说法呢问题不大，毕竟如来藏跟唯识古学区别也不大。但是要准确的说呢，真谛应该是如来藏学，而不是唯识古学。地论学派和社论学派就说这么多，下次课开始讲大乘起信论。